日本的劳动契约法第16条规定，解雇必须具备客观合理的理由，且符合社会一般观念上的妥当性，否则视为滥用权利，则该解雇无效。对于这种规定，企业当然不乐意，尤其是对那些靠论资排辈年薪2000万的中年社员，活干不了多少，裁又裁不掉，他们踩在年轻骨干社员的头上还影响士气，但是逼又不敢明着逼，怎么办呢？日本的企业们花了30年时间，科研了一套操作来处理这种情况。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日本公司那些让你自愿辞职的方法。这里是花散里，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哟。在聊具体操作之前，得先说明一下，法律上日本的企业是不能像美国或者中国的公司那样直接裁人的。这是因为在战后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形成了一套终身雇佣加年功序列的默认契约，员工把一辈子交给公司，公司保你衣食无忧到退休，企业不担心人才流失，员工不担心失业，大家绑在一起往前跑。这个模式在上升期非常好用，到了经济下行期就变成了一副金手铐，员工离不开公司，企业也甩不掉员工。1990年代泡沫破裂之后，企业开始抱怨自己养了一大批高薪低效的中年社员，但是劳动法门槛很高，你想要合法的开除一个人，得过4道关卡。首先要证明确实有合理的裁员必要，然后要证明你已经穷尽了回避解雇的手段，第3要证明公司公平地选择了被解雇对象，第4要证明解雇之前你已经和员工充分协商过了。在2010年之前的判例中，基本是4条缺了任何一条，法院都会判公司败诉，而且就算员工不起诉，或者公司在判决中获胜了，这种会社督核退职也还要公司掏割征退职金，金额通常是正常退职金的 1.5 到2倍。一些干了20年的员工，即使是小职员，这笔钱多半也是要2000万起步的。有些老登的开除成本一个人就要过亿，所以企业得自己想办法，目标是要员工自己提出辞职，这样就算自己督核退职，退职金可以按基础标准走，公司会省下一大笔钱。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让一个不想走的人自己写辞职信呢？这个课题日本企业研究了30年，在这方面投入的创造力可能比研发部还要多。早年间还没有那么多花活的时候，手法是比较粗犷的。80、90年代有一个词叫窗际族，意思就是把你的座位挪到窗户边上，不给你分配正经的工作，让你每天对着窗户做8个小时。这一招的原理呢，是对于讲求奉献和羞耻心的昭和时代而言，比起怕累，其实更怕闲。一个本来忙碌的人突然被架空了，每天看着同事们开会出差做项目，自己像个透明人，用不了多久心里就扛不住了。那窗际族现象从泡沫末期就开始爆发，算是后来一切花样的老祖宗。但是窗际族有2个重大不利因素，一个是太容易被看出来，坐在窗户边上的人一多，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来公司参观的客户看到了也会心一笑，还是挺尴尬的。而且泡沫破裂的时间一久，员工们的心态也变了，不工作白拿钱反而更开心，反正熬到50岁出头，大家都是要被发配的，反正经济不行了，工作的人也未必能升职加薪，反正做了也未必有成绩。于是进入21世纪之后，企业们开始给这套玩法升级配置了。那个时候流行的做法是成立一个听起来正经的新部门，把你给调过去，这个部门的考勤和纪律管得特别严，却不给你安排任何任务，或者给你安排一些跟你原本的专业毫无关系的工作，这些工作通常都是纯折磨。那索尼管这个部门叫职业设计室，三月伊势丹叫支援团队，邮政局叫训练道场，4家叫 Persona Room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像个游戏的名字，不愧是 Sega。 总之进了这个部门之后，你就会发现工作的内容是碎纸呀，或者扫地呀，或者拔草呀，或者什么都不做，在监控摄像头底下发呆，稍微摸一下手机就会被上司训斥，部门办公室还在厕所旁边。有些公司还给这种部门设计考核指标，比如让你每天手抄公司规章制度，写完交上去，第2天的任务又是手抄公司规章制度。公司内一般把这间办公室叫做逐客房。2012年年末，朝日新闻为此做了一篇头版专题报道，逐客房现象正式进入公众视野。之后厚生劳动省开始调查松下、NEC、索尼、夏普等等一票大企业，企业们当然都说这是正常的人事调配，专门设立一个部门税制，是因为公司严格执行对于文件保密销毁的合规需求，这是必要的工作。然后这一轮调查不了了之，直到2015年，某头部证券公司把1名员
员工塞进逐客房，大阪地方裁判所判决公司违法，认定这属于职权骚扰，判赔150万日元。金额虽然不多，但这是一个对所有大公司的警告。这种操作如果脏得太难看、太露骨了，也是要不得的。但公司们也没有太好的其他办法，所以逐客房大体还是延续下来了。因为它的本质就是人力调配加工作分配，企业只要换个部门名字，改一改工作内容和描述，外界就很难认定这到底是蓄意骚扰还是正常安排。于是这变成了公司和员工比谁更狠的游戏，判例归判例，每个新案例又要从头举证，耗时费力。大部分人熬不到上法庭就已经自己辞职了，但是员工也可以硬拖，等到公司一不小心行为过了界，然后立刻起诉，既拿辞职补偿，也拿骚扰赔偿。最近比较出名的逐客房的话，2022年到2023年，东京一家企业把一名员工调到了办公室入口楼梯下面的一个小角落里，给了他一把圆凳和一张破桌子，让他学习提升，学的内容跟业务完全无关，就是心灵鸡汤类的书籍和网络文章。3个月之后他还不走，于是公司更进一步，让他搬到了办公室正中央一张软桌旁边坐着，还在他座位的四周贴上了黑黄相间的警戒胶带，跟工地标危险区域用的一模一样。其他的同事在忙进忙出，他一个人坐在黑黄胶带围起来的框框里，对着鸡汤文章熬了将近1年。然后这位员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不过这套也有点过时了，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更高明的手法。2019年，某保险巨头发布了一条新闻，大意是集团将积极拓展养老护理业务，从保险业务本部调配人员充实护理一线。他们要把大约4000名保险公司白领调去旗下收购的护理公司做护工，大概占了15%的雇佣人数。这种好公司的精英显然不愿意去做被认为是底层工作的护工，于是逼退了一大群人。这一招在法律上几乎无懈可击。日本劳动法只规定了人事异动原则上不能降薪，公司也确实没有调整这些人的基本工资，只是奖金没了，前途也没了。当时《现代商业》杂志对此评论说，该公司利用的其实是整个日本社会对于护理行业根深蒂固的职业歧视，调去护理岗在法律上是合规的人事异动，在社会心理上却是一种惩罚。如果这个社会不歧视护理工作，那么这招根本不灵。但是现实是，这招不仅灵，而且无懈可击，因为批评者反而可以被公司反问是否你在歧视护理工作。外界估计，这次他们收购护理公司大约花了200亿日元，但是省下了大约300亿的退职补偿金，净赚了100亿的同时，公司还多了一项可以写进 ESG 报告的社会贡献业务。也有员工坚决不走，就在护理岗上干下来了。这个护理事业后来还真实现了盈利，甚至成了集团发展方向之一，怎么着公司都不亏。现在这个护理公司已经被上级控股集团直接接手，业务真的越做越大了。2025年，集团 CEO 接受CNBC 采访时，完全不提当初的大规模人事异动了，而是改口说日本老龄化社会的护理需求在增长，这才是我们7年前进入护理行业的真正原因。不过这个公司现在也是日本大学生就业人气排行榜上的常客，那些排队投简历的年轻人大概是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可能成为被调配的对象。主要是能够进这种大企业的人，个个都觉得自己是人才，而公司恰恰喜欢的就是这份毫无防备的自信。燕子春秋里面有一个故事叫二桃杀三士，说齐景公手下有3个勇士，功高盖主，不太好管。燕子就往他们面前放了2个桃子，说谁的功劳大谁拿。于是3个人争了起来，先后自刎，全程没有人下令处死他们，是他们自己做的选择。大企业也是利用的这一套，只需要引导舆论，把人们本能都会觉得应该同情的遭遇包装成受害者自己不够努力不够聪明，同情心就被冲淡了。那么本身少分配了一个桃子的问题就被忽视了，于是少的那一个桃子去了哪里就更没有人管了。这个话题好像有点危险，我们继续说日本。上面说的那些好歹都是有据可查上过新闻的企业行为，但是其实还有都市传说级的灰色手法。日语里呢有一个词叫 My Home追大西，也就是买房逼退。大概的意思是，一个员工好不容易攒够了首付，签了35年房贷买了新房子，然后去公司申请住房补贴，公司说恭喜恭喜，新房不错呀，然后第2天就通知你下个月开始被调往外地。这下问题就来了，新房自己住不了，房贷还得照样还。
如果有家室的话，还要考虑老婆孩子跟不跟，孩子转不转学，把房子租出去在经济上是赚还是亏啊？这些问题太麻烦了，很多人直接就扛不住，选择辞职了。毕竟统计上，大部分人在涉及自身的行为选择上都是逃避者。据说这一招对于有年幼小孩的家庭杀伤力更大，要说服幼儿园的孩子接受父亲或者母亲去外地工作，本身就很困难。这个说服的过程也会不断的打击这位员工的心理防线，最后的结论基本都是，即使是辞职也要陪伴孩子。那你可能会说，日本的法律规定是可以拒绝调令的呀，但是在年功序列形成的职场文化之下，拒绝调令是重大背叛，基本意味着升职到此为止，以后在公司里也是个活死人，工资不涨，机会不给的那种。这样的话，以后早期退职之后收入锐减，房贷可就很难还了。在日本的劳动相谈机构和网络论坛上，声称自己遇到了买房逼退的人实在不算少，当然有过这种指控的公司都说是巧合，员工买不买房又不用和自己商量，只是刚好和调动时间撞上了。那对于第三方或者监察机构而言，确实不能无故排除这种巧合的可能性，也就无法监管了。话说回来，也有些公司在这方面对待员工要好很多。日本的游戏业界比较黑，基本是个共识，自然裁员方面也温柔不到哪去。2024年某游戏大厂才又被外媒爆出了因为公司业绩收缩而把大约200名员工塞进了逐客房，不给活干就让你坐着等时间，当然考勤之类的很严格，据说逼退了一半。但是同样是游戏业界，当初任天堂的 Wii U 大败，公司业绩严重缩水，而任天堂那几年没有任何裁员，也没有逼退的丑闻，甚至依然维持自由风气以鼓励创新。任天堂选择社长带头降薪，高管层砍了一半工资。不过今天的话题我也不想一味的骂企业，因为日本的劳动相关法律字面上看确实有一些，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不合适，也很难用合法的手段请走他，企业这方面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企业毕竟不是慈善机构，养不起所有人一辈子，那到了这个程度了，监管机构又只能执法时留点漏洞，执法留了漏洞，那企业必然要去钻，员工这方面的权利又得不到保障了，如此反复拉锯，我觉得是有点立法跟不上现实的问题在了。而且现实就是终身雇佣制本身在瓦解，派遣社员和合同制已经占了日本劳动力的将近40%，正社员的这个身份本身都在越来越稀缺了。在这种背景下，还能让企业觉得有必要动用逐客房和护理调岗来请走的，反而说明你好歹还是个正式员工，享受着这套保护体系的红利。而且即使是逼退正社员，那也只有爱惜羽毛的大企业才会这样操作，中小公司那就是我就欺负你了，你怎么着吧。现实其实是大部分劳动者连被逼退的资格都没有，绝大部分的员工都不在大企业里，一半的员工都是外包派遣，企业要开除他的时候根本不用拐弯抹角，也不会有太多赔偿。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热推还有分享呀，我们下期再见。